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那这几天啊，我们一直没有聊 LK99的话题，因为最近是2023年诺贝尔奖的这个颁布密集发布时间。我们关注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物理奖、化学奖。那现在啊，实际上呢，今天颁发的是和平奖啊。我们作为一个科普频道啊，讲这个和平奖呢是有点费劲的，你懂的。所以啊，今天我们再回来讲 LK99的话题，可能好多朋友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啊，就一直想还在原来的视频下边留言。实际上这几天呢，变化不是太大啊，除了那个 Cutting Edge 公司呢，很神秘的又说，要开个发布会，原来准备公布的东西又不公布了。其他的呢，就是海新民还在陆续发他的视频。这个中秋节的假期啊，可能他还在炼丹。今天啊，我们就先把错过的几期，就4-5天前的海新民上传的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一开始啊，我觉得这个视频没多大意思，等到仔细琢磨琢磨，它很有意思的。这是他的这个页面上啊，在做的这个实验，他现在已经4000多的关注了，4080的订阅了啊。完全追上我了。下边的评论啊，是我已经用翻译过来了，就是大部分都是韩国网友的评论。这个很有意思啊，包括这个海新民他自己啊，杨是自己呢，他自己都你看了吗？他只留了一个长的言，并且他还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置顶，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吧，看这个视频它讲的是什么啊？这个视频呢，实际上就是在一个永字体上呢，放了5个的小东西啊，一个螺帽，一个弹簧垫圈，3个样品。他要测一下，当这个铁条靠近的时候啊，这个东西移动的速度啊，就这么个意思。他就反复的在做这个实验，在玩这个，很会玩。那么下边呢，他自己啊也在想这里边的道理。他怎么想的呢？他找 AI 问了，他找 ChatGPT。我刚才看明白他这意思哦，是这么个回事。他们说呢，他说什么材料对磁铁的粘性很强，但不粘铁呢？记住啊，对磁铁的它粘性嘛，就是吸力很强，但是不吸铁呢。当它吸在磁铁上的时候呢，那不吸的一面具有反磁性，可以将铁尘，就是铁砂的推开，意思就是。而在磁场中呢，一小块铁片却可以反过来将铁粉粘在磁铁上，附着在磁铁的材料粘在磁铁一侧，并将其提起。那 ChatGPT 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您所描述的现象非常不寻常，似乎与磁铁相互作用的材料产生相反方向的磁场。用于解释这种现象的概念，迄今为止未得到科学确立。但假设以下考虑阴极材料，那阴极材料呢是一种与磁场相反磁化的材料，这种材料呢，在暴露于外部磁场上产生磁场，并且呢与磁铁相互作用，可以反转磁场。当这些材料与磁铁相互作用的时候，它们与磁铁中的小铁颗粒相互作用，并从磁铁上激起。那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啊，他讲得不得讲很多。下边还有一段啊，就是他试图用 ChatGPT 来解释他这种现象。其实呢，我觉得吧，我们还是从我们中学物理知识似乎也能解释这个东西。先不要想超导的，先不要想那些诡异的科幻技术呢，是吧？关于这个视频呢，我特意还做了一个视频的剪辑。它实际上呢，大家看到了吗？这5个视频这5个小东西呢，它是通过5个方向逐渐靠近那么5个方向逐渐靠近，我呢就干脆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就把这5个剪辑到一起了，大家看一下我剪辑的这个效果。那这是前面他给大家做示意的，这个磁铁上呢放着这5个部件，螺帽弹簧垫圈3个样品，然后呢铁条一接近它就被吸过来了，它要从5个不同的角度靠近。那这是我做的一个示意图，你看我们把它分成样品 A、样品 B、样品 C， 那么还有一个螺母，一个弹簧垫圈那是个弹簧垫圈哦。那么我们以这个圆呢分成它的初始位置呢就 Symbol B 就是0度我大概画这个角度呢，那 Symbol C 大概就是60度那 Spring Wash 就是弹簧垫圈呢大概就是120度，依次呢到落幕的时候呢是240度，到 Symbol A 的时候呢就是300度就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他手拿的这个铁条通过不同的角度，实际上就是不同角度，比如它从0度是吧，从60度，从120度靠近的时候呢，这个东西运转的速度，就是磁铁接近的这个移动的速度不一样，他就想探讨到底这个磁性对
这个运动有什么影响？你看，它是通过这样，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小实验。这是我做的，这是正常播放的速度，可以看到啊 ，Case2 是最慢的，就龟兔赛跑一样，它最终也到了终点，就是所谓的那个磁铁的中心。这是我放慢速度做的一个实验，大家看到了吗 ？Case1 和 Case5 是最快的，其次呢就是Case4。Case3、Case2 是最慢的，这是我放慢了速度播的，你看到了吗？它从不同的位置靠近这个磁铁的时候呢，它就移动的速度就不同啊。这个海基民呢，他挺有意思，也挺聪明，他就想通过这个实验，我看看它到底是咋回事，是吧？我们再回到这个初始就没动的时候看看啊，看，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它从这个电圈靠近的时候呢，速度是比较快的。从这个 Sample C 啊，就这个位置也是很快的，就是1和5啊，这个永磁体带着这5个小部件走的都比较快。然后呢，在 Sample 3和4啊，Sample 3和4其实也是 Case 3和4也是Sample A 和 Sample B 是吧？样品 A、样品 B 也比较快，唯独在这个螺母靠近的时候是最慢的。我们再看一遍啊，实际上他的手啊略微也在动，这个我们就忽略了。它能看出来这个相对移动速度是不一样的，我就做了这么一个剪辑，它本来是从头到尾它就是这一个视频，我给大家凑到一起让大家比较一下，这是慢1倍的速度的比较，你可以看到这个螺母靠近的这个时候呢，它是最慢的，所以海基民他也就疑惑，这个东西有意思啊，为什么不同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它接近它就不一样呢？所以这里边啊，其实我觉得又回到了好像我们痛苦的中学时代是吧？其实呢，我也想起了我的物理老师啊，其实这就是个受力分析嘛，对吧？我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会儿高考呢，那个物理呢，其实比现在可能还要容易一些。但是我物理吧还可以，我们物理老师呢是我们班主任。我高中的时候喜欢吹笛子，高二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中午啊，我们这都午休嘛，我没有午休，教室吹笛子，我们物理老师呢。他那个宿舍离我们教室近，学生宿舍倒是远。然后他可能是午休的时候没休息，上厕所的时候呢，听见我在教室里吹笛子，就知道了。第二天上课就把我 K 了一遍啊，这个讲的就是非常严厉。当然了，后来呢，当然说当时是很恨这老师的，后来还是比较感激的，因为老师的用心呢，其实是你一个理科生是吧？你中午又不休息，高二下半学期的时候课程都快讲完了。你快进入高3的密集复习阶段了，你还玩呢？就是当时老师就这么个性格。当时物理课最多的就是受力分析嘛。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其实呢，也就是个受力分析。那么这个磁铁呢，吸着这5个东西，它可不是粘上去的啊，因为多少都有一定铁磁性，放到这个地方。当那个外边拿的那个比较那个铁的那个把手啊，铁的那个东西没有靠近的时候哈，铁条吧，其实这个物品呢。就整体来说呢，它就是受到一个重力啊，是吧？和这个桌面的支撑力，还没有摩擦力的，因为它没有动嘛。而上面的那5个小部件呢，也就是磁铁的吸引力啊，以及对它的支撑力，还有它们相互之间的微弱的吸引力。所以永磁体呢，它产生一个稳定的磁场，是吧？对这5个东西都有吸引作用。但是当这个磁条靠近的时候，它就改变了磁场的分布，是吧？它就增强了。就是靠近那个铁条一侧的这个磁感应的强度，所以永磁体的磁场方向呢，它是具有方向性的嘛，不同位置的磁感应强度，它的分布也不均匀。我们过去讲过好几期，中山大学那个陈彦聪博士他在科普啊这个磁铁的各种各样现象的那个论文讲过好几次了。那靠近这个磁条的时候呢，它就改变了这个局域的这个磁场分布，那不同位置的变化也不一样。是吧？当铁条靠近的时候呢，它会先影响距离它比较近的物品，它会产生排斥或者吸引的作用啊。那不同的物品，因为它自身的磁化方向啊、磁化强度啊，也会受到这个，因为不同嘛，受力也不一样。所以呢，这5种情况呢，其实就是综合考虑，就是各项异性的这个磁场分布啊，它的铁条的这个吸引力，各物体的它的磁性的不同，所以从不同方向靠近的时候呢。各个物体受力它就有差异，最后呢，它就带这个磁铁运动的速度也就不一样。一开始啊，我看这个弹簧电圈这个很有意思，就第一个大家注意啊，是个弹簧电圈，那这里边它的质量其实是最小的，好像呢它的这个磁性是不是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这个弹簧垫圈啊，我还得明天不行我也做个实验，因为这个弹簧垫圈和这个螺母实际上它材质是不一样的。弹簧垫圈啊，学机械朋友都知道它是锰钢啊，它是这个钨锰应该是这个锰钢呢，它大概含锰量应该是0.几吧，0.7以上就算锰钢了，而是这个弹簧钢啊，很多都用这个锰钢，因为它这个韧性比较好。这个锰呢本身就炼钢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脱氧剂和这个脱硫剂，所以一般普通的钢里边都含有0.3%到0.5%的锰，所以这个弹簧垫圈呢快。我一开始原因以为是，是不是这个锰钢它的铁磁性啊，这个磁导性更强啊，怎么样的？后来想也不一定。我觉得这里边啊，弹簧垫圈和螺母它的质量好像都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如果它们材质一样的话呢，它实际上它的这个磁性、铁磁性啊，它质量不一样，可能是这个力就是说产生力也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起关键作用的呢，包括海基民他自己也认为可能就是这3个样品是关键。所以一开始呢，我是想到这个弹簧垫圈这个材质上，我自己有点误入歧途了。后来想一想，这个弹簧垫圈它里边呢那点锰，它是不是能影响很多呢？这个难说，我没做过实验啊。所以呢，还得考虑这3个样品的位置、分布和它的材质。这3个样品啊，我相信不是一炉丹，应该是海基民不同的成分它弄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因为材质不同，它的这个抗磁性或者铁磁性可能表现不一样，所以呢，它们朝向这个铁条运动的时候的加速度和终端速度也就不一样，它就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是吧？它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很好玩，我一看这有点龟兔赛跑的意思。主要我觉得就是吸附物品啊，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效应啊不同，这会导致它们对永磁体局部磁场的这个叠加效应也有差异。虽然呢这种磁的效应呢相对来说是弱的，但是结合永磁体本身它磁场的这个各项的异性呢，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最终运动的趋势。所以呢这个事儿啊，这仅仅做这个实验可能呢很有趣，但我觉得说明不了太多东西，只能说明说这3个样品看起来表现出更强的是吧？这个和铁条的这个吸引力，就这种布置啊，它整体的这个磁场，它的这个分布。但是如果要想详细的弄，你还得做磁场的分布的这个测量吧，包括计算各项异性的磁感应强度啊，结合各个物体的磁距，才能比如定量的检测到不同方向靠近的时候它速度的不同。所以呢，我就把它的这个串起来的这个长视频分成5个 case 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展示，很好玩。实际上呢，我现在是个人觉得吧，我如果真的烧一炉丹，我还真不一定有人家海基民这种叫奇思妙想也好啊，有这种好玩的心理是吧？我这一门心思就放到这个视频上了，人家是真正的在玩这个磁铁，玩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可以考虑先弄几个磁铁玩玩。至于烧丹的事儿吧，我还得考虑我到底搞不搞。如果搞了以后和别人比起来差距很大，那意思也没多大意思是吧？那好的，这就是海基民研究室4天前的一个视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稍后呢，我们会介绍 Nature 的一个主编就 Nature 现在的主编对于 LK99 的看法，这个也很有意思欢迎大家一会儿看。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